欢迎大家来到大叔文，哇，灿叔高8度了，声音高8度啊，像个孩子一样啊，像个小像个孩孩子子一样。对，那大家就会觉得呢，我们大叔啊，有时候在这个就是玩播客的时候很啊，幼稚。都不像在对，都不像在聊，就当然是聊天，但是对根本就像是3个大孩子一样在聊对天，对对，对不对？在所以玩呢，对在玩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的嗯一个特别的话题，就对是童真。对，童真这个话题。聊一聊我们灿内叔嗯，心深处的孩子。其实我觉得灿真的叔嗯，是你说哈，不管是多大的年纪，好像对，还内心深处还是住着一个孩子。虽然真的你感觉他自己年龄一天天长，但是仿佛好像内心深处有些东西也在抗拒长大这种感觉。查叔，你有没有这真的，种感觉我到现在这啊？种感觉还很强烈。我对，根本现在就觉得，有时候啦，我觉嗯得我真的是个孩子，就是嗯，说，呃，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在公园里面玩溜滑梯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想去溜，但是你会觉得，哎，就是会想要去跑一跑、绕一绕，然后对对对，跟他们一样去像小孩子一样，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去玩一些自己想玩的一些设施，对不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长大。嗯。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不管长得多大，永远是父母眼中的小孩，孩子，对不对？对对，小孩，孩子。那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认为自己是个孩子。对，是的，像我有时候觉得说，我现在还很喜欢玩线上游戏，啊，对，对，因为我就是喜欢享受那种线上游戏里面幻想的，然后有各种技能的，然后不断累积自己实力，让自己变得更强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的，个孩子一样。对，所以我几乎每天还是会花个半小时，让自己轻松一下，像孩子一样的去玩线上对，游戏。所以我觉得我心里真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还蛮童真，还蛮幼稚的啦。有时候幼想稚了，法什么都不是会觉得，童真了，我就觉得是幼嗯，稚。真的是对，不想长大，而且以嗯，前小的时候总觉得大人就是大人，孩子就是孩子，对，是泾对，渭分明的两种不对对同的，甚至对对，说可以是生物。嗯，我觉得大人就是威严的，对吧？他在外面工作赚钱等等，孩子们在小的时候觉得大人其实是不能理解孩子的，他的想对，法是和孩子有很大的区别的。但其实嗯。等到自己真的长大了，你像我现在也38岁了嘛，查出快快五，40了嘛，我们一定要这样互捅对方。对，就是啊，其实很奇怪，就觉得真的自己有时候也挺幼稚的。特别因为我有儿子嘛，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也可以和他玩一些很幼稚的东西，哎，对，甚乐至有高啊，时候我在家里的时候，对他们两个有时候这行为状态，我就有时候像个神经病似的，喂，讲话，对，就对对对，是就是内心深处的孩子好像不愿意这样，就是说啊，我就这样走吧，不愿意的悄悄的走，就对，想一直就是抓住那个，我不想走，我内心嗯，深处还是这么一个状态。所对，以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我，所有人我觉得其实都是这样子，也希望嗯哼，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孩子呢，也是被人看得到的，不想对自己只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就一定对要做一个大人的状态。其实我们表对，面上可能是一个大人，内心深处嗯，还是希望一些可以像孩子一样去生活的这么一个感觉。对。对，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人喜嗯，欢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不管对是伴侣、男女朋友或者是家人，因为他们会让我们感觉像小孩子一样，啊，对，不需要那么拘束。比如说，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有时候讲话都会那种很像小孩子一样撒娇，然后讲对，一些甜甜蜜蜜的孩子一样的那嗯，种话。对，所以，当你遇到你爱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你总是感到特别轻松。我觉得孩子的状态就是特别轻松，然后你可以把自己柔弱的一面展现出来，因为长大成人了都要有时候是故作坚强，你有时候面对现实生活，有时候面对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你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变得很坚强。所以你为什么会去渴望孩童那时候的阶段，还有那嗯，种行为跟想法，然后你会觉得自在，因为你会觉得那些压力你就释放出去了，不需要再把它背负在身上了。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会喜欢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因为是的。那个时候你是最自在、最像孩子的时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嗯像就是我们准备向内关照的时候，看自己的时候，啊，很容易对就看到这个状态。就是有时候因为人在抒发自己的时候会采用很多形式嘛，比如说对，神经病，对，或者说唱歌啊，发疯，还有对写故事啊等等。就是我之前对也写了一些故事的时候，我不自觉的我就啊，进入了一个自己童年的这个状态，因为很多那对，些东西对我而言是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对我嗯哼，个人的这个塑造也，我是觉得影响特别深刻吧。所以我真对正开始准备有意识的写一些故事的时候，第一个蹦出来的印象、想法，就是我小时候我在乡下的对那一段时间，我啊，在和我奶奶对，两个人就是在乡下，我算是一个留守儿童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嗯，在那个状态下，我就不自觉的出来了。我就想对着那个孩子，他可能，我是觉得不只是说很开心，他也需要我安慰，也需要被我对对看到。对对，所以我们说，有个概念叫内心的小孩嘛，就是这个状态，对对他不只是对很快乐的，可能也是很忧伤、很孤单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是长大以后还能向内关照，还能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没有被满足的自己，这个时候你对可能内心的有些东西慢慢会平复下来。我是觉得是对。这个样子。对。对，我真的觉得很多同学现在在听我们播客的哦，嗯。你可能也会同意，你的内心也住着一个孩子。是。我觉得大人跟孩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想象力，嗯。因为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已经抛弃了，或者是视而不见，是的。不想再去挖掘自己的想象力。我觉得大人好像是因为现实的压力，没有自然而然的时间的，好像没有是这种。时间，或觉嗯。得啊那很幼稚，那是不可能成真的，那嗯。些都是虚幻的梦想。是的。所以我觉得大人跟小孩最大的不同是，你可能从小孩的眼里可以看得出他在狂想，他在发散一嗯。些很有意思的创意，但是大人早就把这些东西抛弃了，因为他要面对现实生活，要赚钱，要支撑家庭，所以他慢慢的就把这些应该是很好的优点跟很好的个性给抛弃掉了。真的，真的，我觉对，得我特别感谢大叔这个平台吧，真的是不是是我们三个人做这个事情之后，真的让我真正重新发现了自己，而且有更对，多的渠道去了解自己，然后去展嗯，现自己，从各个对，角度去展现自己。以前可对，能吧，就觉得真的年纪到这里了，我只能是这个样子。我慢慢就嗯，像一个大人一样，怎么样对，去为了家庭奋斗生存。但是我发现做了大叔之后，因为我们有各种渠道，首先我们可以聊天，真正对，了解自己啊，表现自己，还可以写故事等等。发现对，写故事的时候，我也重新回到自己的童年的时光，然后嗯，那个时候的感觉，我会觉得，好像虽然是有很多遗憾，甚至孤单的感觉，但是写出对，来之后又是很美好的这种感觉。对，对，所以觉得大叔给了我很多很多这种不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可能以前的人生道路就会觉得是一直这样慢慢慢慢往前走，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但是对，大叔来了之后，突然之间，哎，变宽了，变宽了。对，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就是茶叔最近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对，啊，我特别喜欢，而且同时这个故事他以前其实和我们说过它的原型是怎么样的。茶叔现对，对，在给我们介绍对，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聊童真，其实我就想到我一直想要写的一个故事，就是嗯。我小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嗯。然后这个梦很像连续剧一样，我可能一连好几个月都曾经做过类似的梦，而且还有续集的发展太神啊。奇了，梦还能连起对，来。我也觉得很神奇。然后这嗯。个梦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就是受过伤，所以这边有留过疤一个伤痕是吗？疤痕，就是一个嗯。好像月亮形状的疤痕在这里。嗯。然后我就可能对这边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疤痕。哦，看到了看到了。对对对。嗯。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个月亮，然后我嗯。就觉得我有超能力了。啊。小时候我就觉得我有超能力了，嗯。可能是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啊，所以对对对。可能我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晚上我就常常做这样的梦，我就跟另外3个也会超能力的人就嗯。开始拯救这个他们也有世界。疤痕是吗？他们有不同的疤痕在嗯。梦里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超级英雄嘛，所以我就会常常梦到4个有超能力的人，然后再帮助弱小、打击犯罪
然后用他们4个人各自不同的超能力来拯救这个世界。然后我小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享受这样的幻想，这样的一个情节。我一直觉得我不可能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我就觉得它只是几场梦而已。但说实话，就是你但是这么多年还能记住这个事情，对不对，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很想把它拍成电影，或对，者是写成书。我嗯真的我长大之后有一直这个想法放在心里。嗯，那正好就像灿叔说的，大叔给我们这个平台，我上个礼拜就想说，我何不就把这个梦写成一本电子书？所以我就写成了一本叫《天命四四侠，侠》的对，一个算是中国超级英雄形态的这种，嗯，而且我觉得也蛮狂想的对对对啊，就是而且很中国式啊，因为他们身上的超能力都是跟一些元素、自然元素有关。我觉得中国的超级英雄应该要跟自然的能力还有功夫有关系，对对对，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4个拥有超能力的人如何去拯救地球，用他们的超能力来解救人类。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圆梦的过程吧，对，就是把我小时候的一些幻想，把它变成一个真实的电子书。所以这个很推荐大家看，因为我觉得灿叔念的也非常好，那个情节很紧凑，嗯。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就在看一部超级英雄电影的感觉，对，而且我真的。做了个配乐，我发现真的特别有感觉。那个音乐真的，一开始就是那种特别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那种超级英雄的世界那种感觉，而且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对，所以我是蛮推荐大家，如果喜欢超级英雄或者喜欢这种狂想式的这种电子书的话，你不喜欢千篇一律，或者是聊得太深入的东西，喜欢轻松又可以边学中文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天命四侠》这本书大家可以去购买。然后我觉得可以满足你小时候可能有一些对自己有超能力的那种幻想，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真的是，其实对，我觉得大家永远不要忽视自己内心的孩子的这个需求。就像我对们年纪已经这么大啊，对，其实对也在想着去怎么满足自己内心孩子的一些需求。你看茶树这个故事，从那么小的时候到现在依然记得，就说明这对个故事其实他对他整个人生是有很大影响。我是这样想的。对，而且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实现，就是对，当你觉得你的梦想无法被实现的时候，请你继续留在你的脑中，嗯，留在你的心中，谁知道哪一天这个梦真的有成真的机会。对，所以我也通过这本书，希望大家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想法，把它放在心里。就像我也不晓得，有一天我可以把它写成一本书，而且可能甚至会大卖，大家会很喜欢。然后有对，人帮我把它拍成电影了。给了给了某一个导演，那个导演哇惊为天人，很喜欢对，这本书的内容，嗯，或许就想要帮我拍成电影，哇，是的，谁晓得？说不定你的梦想就在这种无形的这种过程中就实现了。所以我会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啊，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永远记得心中的那个小孩，其实是你的最真实的本我，不要是的。忘记自我，不要忘记初衷，这个非常重要。我真对的觉得这个时代给了我们的很多机会，就是可能在以对，前没有那么多机会，就是这嗯，种其实，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比较幼稚的东西，就是你这么大的人，你还去弄这些东西干什么？对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孩子所渴望的东西。我们对内心深处孩子所渴望的东西，你要不让他实现，他可能永远是意难平的，会一对直在留在对对，心里，会觉得。所以嗯我觉得也请大家支持我们，让我们对，写出更多更好的故事。对，对，因为说实话，这些梦想嗯，在实践的过程中，你可能也启发了别人。是的，就像是可能有人读了这本书，也觉得，哎，我也有一些别的想法跟梦想想要实现，或许你就去做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心中的孩子，他有可能去鼓舞、激励其他人啊。对，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聊我们 这个童真，对，我们聊的是童真，对不对？对对然后就聊到这儿。那等一下我们会播放一下灿叔念的《天命片段四侠》的片段，对，片段。那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狂想式的、超级英雄式的这种小说哦，千万记得要支持我们的 ebook 大叔小书屋。
好，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拜拜。